欢迎来到本期的美股坐标系。最近一周各位的仓位还好吗？美股暴跌不要慌。今天聊的这家公司是否有抄底的机会呢？2026年3月20日，随着美国司法部在前一天晚上针对相关人员的起诉书，SMCI 股价在当天交易日单日暴跌33%，收盘价跌至约20.53美元。市场瞬间从追逐 AI 服务器增长，切换到重新评估它的法律与治理风险。起诉书里说了什么？据 DOJ 指控，3名与 SMCI 密切相关的人合谋将约25亿美元的 AI 服务器非法出口至中国，绕过美国的出口管制法，违规时间贯穿2024年到2025年。这3个人里，一个是公司联合创始人。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，包括我在内，这是恐慌性错杀，应该抄底。但我今天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，讲清楚一件事。SMCI 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？它的生意逻辑是什么？这次的风险到底有多深？以及什么类型的人适合在这个时候去碰它？最后，你再看这轮暴跌是否值得抄底？我们一件一件来说。超微电脑它到底卖什么？ Supermicro Computer， 行业里很多人叫它 Supermicro， 成立于1993年，总部在美国加州硅谷。它的主要产品是 AI 服务器。更准确地说，是整套的为 AI 计算定制的服务器系统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，英伟达负责生产芯片， SMCI 负责把这些芯片装进一个能稳定运行的盒子里，然后卖给需要算力的客户。这个盒子包括机箱、主板、散热系统、电源、机架，本质上是一个高度集成的硬件解决方案。和 Dell、HPE 这些传统大厂不一样的是， SMCI 走的是一条积木式的路线。它的设计思路叫做 Building Block Architecture， 积木架构，意思是每个组件都是标准化的模块，客户需要什么配置，就像搭积木一样按需拼装，而不是购买一套固定的、很难改动的整机方案。这让 SMCI 有一个明显的优势，响应速度快。当英伟达推出新一代芯片， SMCI 往往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系统适配，率先出货。这在 AI 基础设施领域是一个真实的竞争优势。大客户不想等，谁先到货，谁就能拿到订单。但 SMCI 还有另一张更重要的牌，叫做液冷技术，英文是 Direct Liquid Cooling， 简称 DLC。这个技术现在为什么那么关键？因为英伟达最新一代的芯片，单颗功耗已经超过了1000瓦。一个装满这类芯片的服务器机架，发热量相当于一台小型锅炉。传统的风冷散热根本压不住，必须改用液冷，用冷却液直接接触发热部件，把热量带走。SMCI 在这个领域提前布局，市场普遍认为其在直液冷服务器领域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，竞争对手至今仍在追赶。这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复制的技术壁垒。2025年初开始，全球各大科技公司正在经历一轮史无前例的算力军备竞赛。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、Meta 这些公司每年在 AI 基础设施上投入的资本开支已经是以100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算。这几家公司在 AI 数据中心上的总投入是整个半导体行业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规模。钱要变成算力，就必须买服务器，而服务器要运行，就需要有人提供整套的系统解决方案。这就是 SMCI 所在的位置。这里有一个结构性的逻辑值得注意。英伟达卖芯片， SMCI 卖系统，两者在业务上高度互补，但 SMCI 的毛利率远低于英伟达，英伟达可以卖到70%以上的毛利， SMCI 只有个位数到10几个百分点。这是硬件系统集成生意的天花板，不管卖多少，你终究是在替别人的核心部件做嫁衣。但量如果足够大，利润的绝对数字也会相当可观。SMCI 在2026年财年第2季度，也就是截至2025年12月的那个季度，单季营收达到了127亿美元，相比1年前同季度的57亿美元，几乎翻了1倍，同比增幅超过120%。公司随后把全年营收指引上调至至少400亿美元，而公司在3年前的整个财年营收不过71亿美元。放到整个科技行业的背景下，这是一个增长速度非常罕见的数字。我想在这里说一个市场普遍忽略的问题。SMCI 的收入增长和它的盈利质量正在走向2个完全相反的方向。营收在涨，而且涨得很猛。FY 2023整个财年营收71亿美元，
，FY 2024是约150亿，FY 2025是约220亿，今年的目标是400亿，但毛利率在持续萎缩。FY 2023年高点大约在17%左右，FY 2024年下滑至约13.6%，FY 2025年进一步降至约11.2%的。最近一个季度 ，FY 2026年第二季度只剩下6.3%，而1年前同期还有11.8%。这意味着公司每卖出100块钱的东西，只剩下6块多的毛利，扣掉运营成本、研发、销售，净利润就更薄了。背后的原因，管理层给出了2点解释：一是为了拿下某个大客户的战略订单，主动接受了低利润；二是在快速扩大规模的过程中，对新客户投入了更多的技术支持资源，成本上升了。这2个解释都不假，但它们背后有一个更深的结构性问题。当你的产品越来越同质化，当 Dell 和 HPE 也开始推出液冷方案，你的差异化优势就会被逐渐压缩，留给你的定价权也会越来越小。高速增长加上利润率压缩，这个组合在科技硬件行业里有一个不那么好听的名字：低毛利的规模扩张，成功了就是行业老大，失败了就是越卖越亏。这次的 DOJ 诉讼，我想从3个层面来分析，而不是简单的说公司没被起诉应该没事儿。第一层，法律层面，被起诉的是3个人 ：SMCI 联合创始人廖以全、Wally Liao、台湾办公室总经理张瑞仓、Steven Chen 以及一名第三方中间商孙廷威 Willy Song。起诉书指控这3人合谋将大量搭载英伟达高端 GPU 的 AI 服务器绕过出口管制出口到中国，涉及金额约25亿美元，横跨2024至2025年。FBI 反间谍部门全程参与调查。目前 SMCI 公司本身没有被列为被告，公司已将廖以全和张瑞仓暂停职务，解除与第三方承包商的合作，并表示配合调查。单看这一点，确实没有直接的公司被定罪风险。但是这里有一个细节 ，Bernstein 分析师 Mark Newman 把他说得很直接。他的原话大意是：被一群流氓员工欺骗过一次，算是情有可原。但是再把同一个人请回来，甚至给他一个董事会席位，然后这个人被指控做了更严重的事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廖以全并不是一个新面孔突然闯入公司，他是联合创始人，之后离开过 SMCI， 后来又重新加入，出任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成员。一个在合规风险如此敏感的行业里，把同一个曾经有过争议的人再次放回公司决策层的组织，你很难说他的合规体系是健康的。司法部的调查通常不会在起诉3个人之后就画上句号。如果后续调查向公司层面扩展，或者证据链中出现新的信息， SMCI 面临的就不只是股价已经跌了 33%， 足够便宜这么简单的问题了。第二层，供应链层面， SMCI 能快速出货，能拿到大订单，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是英伟达优先把最新一代的 GPU 分配给他。这种合作关系建立在信任和商业利益之上，但一旦 SMCI 持续站在监管风险的聚光灯下，英伟达迫于自身的合规压力，完全可能在分配优先级上做出调整，把更多的份额倾向于 Dell 或 HPE。这不需要任何公开声明，只需要安静地改变分配比例，就能实质性地削弱 SMCI 的竞争力。第三层，客户信任层面，这是最难量化，但可能最具杀伤力的风险。AI 服务器的大客户往往是云计算公司和主权财富基金，他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，不只看价格和技术，还要考虑供应链安全、法律合规风险以及长期的供应稳定性。SMCI 每一次卷入法律风波，都在悄悄稀释这些大客户对他的信任。2024年的审计师风波期间， Dell 和 HPE 从 SMCI 手中抢走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客户订单。下一次如果有类似的动荡，这一幕很可能重演。综合来看，这次事件最直接的伤害不是法律本身，而是它进一步强化了一个市场认知。SMCI 是一家技术能力很强，但内部治理反复出问题的公司。在当前这个阶段，这个标签非常难以甩掉。说到这里，我必须讲一个市场上流行的错杀论，以及它为什么值得商榷。错杀论的逻辑是，公司没被起诉，业务基本面完好，市场因为恐慌反应过度，所以现在是买入机会。
这个逻辑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在于它完全依赖于一个假设，这次的事件就此结束，不会有进一步的调查扩大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，SMCI 目前的股价距离历史高点已经跌了超过80%，这个数字很容易让人产生已经足够便宜的错觉，但高点是泡沫，不是基准。真正的基准是这家公司在当前的基本面和风险结构下值多少钱。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偏好较低的普通投资者，这只股票现在的风险暴露是复合型的，法律、治理、竞争、毛利，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新的负面进展，都可能触发新一轮下跌。它目前不具备稳健持有的条件。如果你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，愿意接受在不确定性消除之前，股价可能继续剧烈波动的前提，那么 SMCI 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基本面逻辑。AI 服务器需求是真实的，液冷技术壁垒是真实的，全年400亿的营收指引如果能够兑现，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下，确实包含了一定的赔率。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，我要直接问出来，你对这家公司的内部治理有信心吗？一家公司1年内2次发生联邦级别的出口违规案件，第2次的主角是联合创始人，这不是财务模型能给你答案的东西，这是关于你对一家公司文化和诚信的判断，而这个判断会直接影响你对它长期股东价值的评估。我对 SMCI 的判断用一句话来说，技术逻辑扎实，但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基本面本身的一部分。AI 服务器这条赛道是真实的，液冷技术的领先是真实的，需求端的驱动力并没有因为这次诉讼消失。但 SMCI 用了30年建立起来的技术声誉，正在被反复出现的合规问题一点一点的侵蚀。而这种侵蚀不会出现在它的营收数字里，它会先出现在客户流失里，再出现在毛利率里，最后才会体现在营收里。市场给 SMCI 的估值一直低于同行，不是因为市场不理解它的技术，而是因为市场在给它的治理风险定价。这个治理折价在 DOJ 诉讼之后只会变得更重，而不是更轻。如果你问我这是不是错杀，我的答案是部分是，部分不是。股价的大幅下跌里，有一部分确实是恐慌情绪，但你要分清楚，恐慌消退之后，市场给它的合理定价是多少，那才是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，而不是跟着下跌的幅度做判断。好，今天的主角 SMCI 就聊到这里，关注美股坐标系，我们下期见。